开始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嘎。中秋节又快到啦，每年到了中秋节都会去排队买一些非常有名的月饼或是蛋黄酥。那我这次就跟大家分享，怎么样从无到有来做一颗美味好吃、甜而不腻的蛋黄酥哦。那我这次分享的蛋黄酥的这个制作流程还有配方呢，是用来做10颗蛋黄酥的。你如果想做少一点，那就把它等比例去减少，多一点就等比例去增加。那你如果喜欢我做的影片，记得帮我点击一下喜欢和订阅哦。那我们现在马上来看这个蛋黄酥怎么做吧。蛋黄酥呢，它的制作流程是蛮复杂的，但是大致上呢，它就是有2个核心部分，一个就是内馅，一个就是外皮。那我们从无到有来做内馅呢，我们也自己来做哦。我们要做的是红豆沙的内馅。那如果你的内馅呢不想自己做，也可以买现成的，在烘焙材料行都有枣泥或者是红豆沙等等的内馅可以让你选择。那当然，你如果是买现成的，它的甜度啊你是没办法选择的。那你如果自己做的话，除了食材安心之外，你也可以选择自己想要多甜，还有想要什么样的口味。那你如果要买现成的话呢，你可以直接跳到后半来看那个外皮的部分怎么做。那我们马上来看红豆沙的内馅制作需要的材料和详细的流程。我们要制作红豆沙呢，需要使用到的红豆呢是300克。我们制作红豆沙内馅呢，需要的红豆并不用太多，300克已经非常够我们使用了。红豆呢是非常顽强的一个豆子哦，我们先给它洗干净之后，让它泡水。那我们红豆呢清洗完之后，要让它泡水1天，泡水1天之后呢，再来煮。好了，我们的红豆已经泡了1天，把它换上干净的水之后，可以放到电锅里面去煮。煮的时候呢，外锅要使用2杯的水。那我们等红豆煮完，就可以来做红豆泥了。那我们电锅跳起来之后呢，我们这个红豆呢，应该都是还没好哦，我们要继续加第2次的水。第2次呢，也是一样加2杯。我这个煮红豆呢，都要煮很久的哦。那我们把它切下去，让它继续再煮第2次的时间。好了，那我们红豆第2次跳起来了，那也就煮好了哦。那煮好的红豆呢，整个就会胀开。那你打开来看，如果发现它没有胀开，就要再煮哦。我们还是以目测为准。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要把红豆的汁滤掉，留下红豆仁。红豆已经过滤完了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是要利用这个机器，帮我们把它做成红豆泥。把红豆呢都先加进去。那么水分呢要尽量滤干，因为我们不希望这里面有多余的水分在里面。然后加入2号砂糖，我们使用呢150克的砂糖。那这个就看你需要的甜度决定。你如果想甜一点，可以加多一点；想要不甜，就加少一点。打的时候呢，用强的打，大约只要30秒就可以完成咯。好了，我们的红豆泥完成了哦。那这个机器呢，可以帮我们打得非常的细致哦。那下一步呢，就是要把它放到锅中去煮它。来，那我们准备一个这个不粘锅，把我们的红豆泥都加进去。那我们开中火，中火或小火都可以。那在做的时候呢，一定要持续的去搅拌它。那这边呢，需要一点耐心哦，因为它需要花一些时间。这个过程呢，就是要让它水分呢蒸发掉，变成我们要的红豆沙的状态。
那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就要加入我们的转化糖浆。转化糖浆呢，会具备有增加糖色的效果，做出来颜色会比较深一点。另外呢，也可以让它水分锁得住，锁住水分比较不容易变干燥，也可以让它保存期限延长。那转化糖浆要加多少呢？这个也是一样哦，没有固定的。你就算不加也是可以哦，只是说你不加的话呢，那个可能就不能放太久，然后颜色呢会比较浅一点。那接下来就是要记得要一直持续搅拌，不要让它烧焦。那这个时间呢，大约需要花5到8分钟的时间。好，那它蒸汽开始出来了哈，开始在冒烟了。那这个糖色哈，看这个颜色比较深红一点哦，这是因为有加了这个转化糖浆哦，加深它的颜色。那没加其实也是差一点点而已啊，看个人需要了哦。好了，经过一段时间哦，你会发现它渐渐的变化了哦，它会慢慢成团哦，不会散开了。那搅拌这个哦，是手还蛮酸的哦。那这样还是不够的哈，我们是需要让它变成有点像面团的感觉了，所以要让它更干。好了，这个现象就是 OK 了，好，像面团咯。关火，关火之后呢，你不要马上跑开哦，因为这时候呢，锅子底部还是很烫哦，我们要继续再拌一下，不要让它在底部的地方呢粘住了。好，那赶快把它装起来，不要让它停留在锅子里面。好了，那我们自制的红豆沙内馅就完成咯。我们先来准备内馅用的咸蛋黄。咸蛋黄买来1包呢，大约是像这样子哦，总共差不多有20颗。那我们这次要做10颗月饼，所以我们拿出10颗出来。那这个咸蛋黄刚买来的时候呢，是生的哦，所以我们要先把它烤熟。然后呢，它的形状哦，有时候会有很多不是很圆的，你可以在这时候给它整形，整得圆一点，这样等下在包的时候会比较好包。好，像这个就扁扁的，我们把它整圆。那如果是刚从冷冻库拿出来呢，就很硬哦，没办法整形，所以你可以把它先放到回温，回到室温之后呢，我们再来做会比较好做。好，那我们10颗咸蛋黄准备好了，接下来把它放到烤箱中去烤。好，那我们使用的温度呢是120度。烤大约10分钟就可以了。那这个温度你要特别注意，就是你必须是回温的蛋黄，你不可以是冷冻库刚拿出来那一种冷冰冰的哦，这样子的话你内部是烤不熟的。那我们就把它放到烤箱中烤10分钟。好了，那这就是我们烤好的咸蛋黄。如果说你的蛋黄呢看起来是没有烤熟的，你可以再把时间加长一点。我们是以目测观察有没有熟为准哦，因为有时候烤箱温度各种状况哦，都会对这个时间造成影响。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要制作蛋黄酥的外皮。那这个蛋黄酥的外皮呢，是属于一种水油酥皮。那这个水油酥皮呢，是分成水皮跟油心来组合而成。那我们现在马上来看这个水油酥皮如何制作吧。
我们先来制作它的水皮。那我们在制作这个月饼的时候呢，这个比例要非常的准确。我们要使用中筋面粉130克，尽量让它抓到很准确的一个数字。接着要准备无盐奶油，只要准备30克。接下来是水，那我们需要50克的水。那这个水量呢，也是要尽量让它量到很准确的数字。那我们先来做水皮的部分。30克的这个奶油放到一个锅中，加入我们的清水。那这边呢，我们可以加一些转化糖浆，我们给它加2大匙。那这个转化糖浆呢，你也可以不加，没有关系。那这个转化糖浆呢，在烘焙材料行有卖，或者是呢，我们可以自己做。如果你要自己做的话呢，你可以参考我们右上角的资讯卡，上面有关于制作转化糖浆的教学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把它拿去火炉加热，用小火加热就可以了。一直加热到它产生油水互溶的状态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加我们的中筋面粉下去了。那我们把中筋面粉过筛全部加入这个油水互溶的溶液中。那这边呢，我们用搅拌的，轻轻搅拌就可以，因为现在是算很烫的状态。这就是烫面糊。那这样的功能呢，是可以让它的筋性减弱，因为我们要做的这个外皮呢，是不需要有什么筋性的，所以我们用这个做法呢，可以降低中筋面粉的筋性。好，搅拌的均匀之后呢，我们可以把它拿出来，把它揉捏成团，让它变成一个比较光滑的状态。那做好之后呢，记得要把它用一个湿布盖住，不然呢，它在空气中很容易就会干燥了。那我们用布把它盖好之后呢，要让它继续醒面，醒大约20分钟，再来做下一个步骤。接着制作它的油心，油心的部分需要用到低筋面粉130克，无盐奶油70克。我们先把面粉呢过筛到桌面上，然后这个过筛很方便压一压就会出来了。好，那我们中间留个位置来放我们的奶油。那这个部分奶油就不需要去加温溶解，我们让它在室温下自然的溶解就可以了。那我们就在这里让它跟面粉拌匀，来制作我们的油心。好了，那我们做好的油心就是像这样子那我们一样呢，给它放到碗中盖一个布让它保湿。好，那接下来的步骤，我们就是要把内馅跟外皮包在一起。那包覆完成之后呢，蛋黄酥就差不多完成咯。那我们先来准备我们需要包的材料。那这边呢，重量是很重要的所以你要准备个秤子，把需要的材料都称到刚刚好的分量。我们先来称红豆泥的部分。红豆泥的话呢，一颗需要20克，多一点没关系，那不要多太多20、21都可以。
然后呢，我们先把它搓圆，搓圆之后，我们给它摆在旁边备用。那么总共呢要称出10颗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把这个咸蛋黄包到这个红豆泥里面。那我们包的话呢，就是在这里压出一个窟窿，然后把咸蛋黄摆进去。那这里你要确实的让这个咸蛋黄跟红豆泥之间不要有空气，让它包覆紧实，不然在烤的时候呢，它容易爆开。然后把结合的地方口收好，收好之后搓圆，那就完成1颗了。其余10颗我们就按照这样来操作，压实。好了，那我们又一个完成了。好啦，我们10颗的内馅都准备好了，那再来我们就要准备外皮的水皮跟油心的部分了。我们现在称水皮的部分水皮的部分我们1颗要20克。好，那多一点点没有关系好，那我们10颗水皮称好之后呢，一样要把它放回去这个碗中要用湿布把它盖住，不要让它干燥了我们做的时间会有点久，所以你就直接放着的话呢，它干燥就不好包了。再来称油心，油心呢也是要大约20克1颗，可以比20克少不要比20克多，太多的话等一下在包的时候就不好包了。那一样我们称完了呢，也是要把它放回碗中保存，盖上湿的布。这个要好包，在过程中绝对不要让这个水皮或是油心去干燥了，干燥就会变得很难包。下一步呢，我们要把油心跟水皮融合在一起，用水皮包油心进去。你可以先在这里中间挖个洞，按出一个洞，然后取一颗油心给它包进去。那这边也是要注意，就是不要让中间有空隙，尽量让它紧密结合。然后包完一个大原则就是不要让油心露出尽量不要让油心露出。包完之后放置的时候都要记得用个湿布盖住，不要让水皮的水分流失掉了。那另一个做法呢，你可以取一个擀面棍把水皮擀开。这第2种包法，擀开之后呢，让它中间厚，边边薄，然后包入油心。那如果是这样做的话，就要这样子把它合起来。合起来之后呢，用虎口的这边把这里收紧，然后呢再把它滚圆。那结合的地方都要记得尽量让它包紧一点不要有油心露出来。好了，我们10个水皮包油心的这个面团都完成了。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要把内馅包进去，就可以完成咯。那我们现在开始包了我们首先拿一个水油酥皮这个出来，然后把它擀成长条形，
在擀的时候呢，轻轻的擀，不要太出力哦，我们轻轻的擀它就好了。太出力呢，会怕它那个外面的水皮破掉，油心整个喷出来。卷起来，好，然后我们要再擀第二次，第二次也是一样，我们轻轻的擀就好。好，然后卷起来。我们做这样动作2次就够了哈，我们不用太多层。那这边是比较光滑的嘛，所以我们这一边要在外面，那我们就把这一面压平，然后擀这一面。擀的时候呢，轻轻的擀啊，不要太用力。那如果真的油心露出一点点出来，那是没关系的啊。然后记得要擀得够大哦，因为我们要把东西能够完全包进去。好，放入我们1颗内馅，两边这样抓起来，这边呢包过来，这边也包过来。那这里呢就是它的底部，底部呢是很容易在烤的时候呢露馅的啊，所以我们这边把4角都抓过来。用虎口把这里尽量的捏紧，好，那这里呢丑丑的没有关系哦，因为我们等一下烤是这一面，这一面很光滑漂亮，就可以成功了。那我们就完成1颗蛋黄酥了。好，我们换个角度看一遍哈，轻轻的擀开。我们对待这个水油酥皮哦，要很温柔，不可以蛮力。好，然后呢，把它卷起来。我们再推第2次。轻轻的推，好，然后把它卷起。那这样的动作呢，做2次哦，做2次。然后卷完之后，我们把它整个形，用手掌呢先压一压。好，然后我们要用擀面棍呢，把它擀成了外侧薄、内侧厚哦。擀开，那你要包的顺利哈，在擀的时候呢，不要擀太小，擀大片一点，比较容易包的成功哦。好，差不多这么大片，放入我们的内馅，两侧先拉起来。边边折过来，另一侧呢也折过来，然后呢利用虎口把这尾巴这边收紧，轻轻的、慢慢的。那要再特别强调一次哦，这个底部的位置一定要收得很紧实，不可以有缝隙。那我之前做，因为没有收紧实呢，造成在烤的时候，整个红豆泥呢都流泻出来，就是一个大灾难了。那这样就完成1颗形状漂亮的蛋黄酥了。好了，我们完成最后1颗蛋黄酥了。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要做表面的装饰的工作，也就是要涂蛋黄汁液上去。我们就准备1颗蛋黄。然后加入一点点的沙拉油，好，一点点就好了，一定要加油进去哦。如果只有蛋黄的话呢，会比较不好看。然后把它搅拌均匀。那这就是我们的蛋黄汁液了。我们把蛋黄汁均匀的涂抹在蛋黄酥上面，在涂的时候呢，记得边边也要涂到。
最后呢，我们在上面撒上一些黑芝麻或者是白芝麻都可以。那用生的就可以了。那我们的蛋黄酥制作就要完成了。最后我们要放进烤箱。那放进烤箱这个步骤呢，记得我们烤箱一定都要先预热，我们使用180度预热。那烤箱的温度呢是设定在180度，烤的时间是20分钟。噔噔，我们美味的蛋黄酥制作好了。那我不是专业的糕点师傅，如果做得出来，你一定也可以哦。这一次的中秋，不管你要送礼还是自己吃，自己来做一份甜而不腻、好吃美味的蛋黄酥吧。真的很好吃。自己做的红豆内馅哦，甜而不腻。你看这个酥皮，酥酥脆脆，再加上甜蛋黄，超棒的哦。那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对，做吃。这个芝麻，这个黑芝麻哦，是超级老街才看得到。不要每一颗都老街啦。叮咚，叮咚。可以吃啊。每个人的头都要跟弟弟一样高。好了，好了，弟弟，不要拿哥哥的啦。叮咚，叮咚。快吃哦，不然被弟弟拿完了。哦，有蛋黄，还有甜甜的红豆，然后红豆、蛋黄加起来就变成蛋黄酥，蛋黄酥酥酥。我告诉你哦，这不像吃饭团一样是这样吃，这要这样吃。对。这样吃起来怎么样？好吃，他看手。好吃，哦，弟弟会讲话，好吃。你会讲话喽。弟弟吃的很认真哦。没有吃到蛋菜。他想要讲什么？你可以说 Bravo 啊。Bravo。Bravo！ Bravo！ 棒棒。好吃，再来一口。对，2颗，好，自己吃。好啊。Bravo！ 自己做的红豆真的比较不会很甜，然后吃完很顺口。你没有配茶也没有关系，因为你不会觉得腻腻的。你要在超级老街才吃得到，在阿嘎厨房还吃得到，外面买不到。这是包栗子吗？对，有一颗是包栗子。这个啊。特殊。那就一人一半，干杯！下一次栗子可以配绿豆沙看看。现在是红豆嘛，红豆栗子跟绿豆栗子应该都不错。下次见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下次见，拜拜！记得哦，蛋黄酥，还有红豆，还有蛋黄皮，合起来就变成忘了关。忘了关，为什么忘了关？什么是忘了关？真情忘了关。忘了关。